嘿，咱聊聊买车这事儿哈。谁买车的时候不想着自己这笔钱花得值，能做个明智的投资呢？但我跟你说啊，市面上有些车那简直就是财务上的大灾难。这些车光看纸面数据那是相当漂亮，什么配置啊、性能啊，说的天花乱坠。可一旦你把它开回家，很快就会发现这哪是什么车啊，简直就是个让你后悔的肠子都青了的活轮子。在咱这段视频里，给大家列出来了15款最差劲、基本没人愿意买的车，这可不是瞎编的，是参考了消费者报告的。我跟你讲，这里面有些车说不定能惊掉你的下巴，这些车毛病可多了去了。有的发动机早早的就出问题，动不动就罢工，维修费用那更是高的离谱，有时候修一次车的钱都够付一辆新车的首付了。更要命的是，榜单上最后一款车那可靠性简直低得可怜，基本上可以确定车的行驶里程还没到5万英里呢，你就得为了修车花个几千美元。所以啊，大家一定要坚持看到视频最后，这可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榜单，这就是一份超实用的购车指南，清楚地告诉你哪些车碰都别碰。要是你错过了这份指南，那可就相当于直接一头扎进一场财务噩梦，到时候后悔可就来不及了，说不定得后悔好多年呢。第一名，捷豹 F-Pace。2017年，捷豹推出了它的第一款 SUV F-Pace。刚上市的时候，这车确实挺火，收获了不少好评。可惜好景不长，没多久就因为可靠性问题，口碑直线下滑，搞得它根本没法撼动这个细分市场里的老大哥们。早期的 F-Pace 都有哪些毛病？咱们来数一数：一、电气系统和软件动不动就出 bug； 二、中控那个 In-Control 触控屏经常卡死或者自动重启；三、蓝牙连手机也老是掉线，连不上；四、发动机故障灯时不时就亮起来；五、各种传感器和排放故障指示灯也爱报警；六、还有车主反映天窗会漏水；七、甚至后差速器也出过问题。后来捷豹发了召回公告，更新了仪表盘软件，解决屏幕可能变空白的问题，还修复了可能会漏油的燃油管路。虽然 F-Pace 成了捷豹在全球卖的最好的车型，但在美国市场却一直不温不火，一年也就卖个15000辆左右。很多高端消费者一听是捷豹就担心质量不行，不敢轻易下手。说起来，捷豹和路虎、克莱斯勒有点像，在消费者报告的调研里，它常年被列为可靠性垫底的品牌之一。也正因为大家对它长期可靠性的担忧， F-Pace 的销量远远比不上同级别的对手，比如保时捷、Macan 或者宝马 X3。第二名，日产 Titan XD， 花大钱买个教训。嘿，兄弟们，今天咱们聊个悲情英雄，日产 Titan XD。当年日产想凭它挑战美国皮卡圈的老大们，结果呢可以说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为啥不行？就俩字儿，不行。一个不行是质量不行，另一个是定位不行。先说质量，简直是黑历史本史，尤其是那个柴油版。车主吐槽那是铺天盖地啊，什么油路坏、涡轮炸，最离谱的是有的车直接发动机舱冒烟起火。日产一看完蛋，赶紧召回，不管你是柴油还是汽油，通通拉回 4S 店检查。除了这些致命伤，还有一些小毛病，比如车后面嗡嗡叫个不停，后桥出问题了，停车雷达像瞎子一样，大灯里还老是雾蒙蒙的，开起来哪还有安全感？再说说定位，简直是我是谁我在哪儿的迷惑行为。这车想干重活，它又不够格，想当家用舒适车，它又死贵，就像一个去参加举重比赛的人，结果发现连轻量级都报不了，价格还对标了冠军，这谁买呀？结果呢，销量断崖式下跌，2017年还能卖个5万多辆，到2020年直接砍半。大家一听日产皮卡，第一反应就是那个可靠性不行，修起来也麻烦的，早期砸的锅，后来怎么也补不上了。所以啊，日产 Titan XD 的故事告诉我们，光有雄心没用，车得靠谱，定位得清晰。最终日产也认栽，直接停产了，只能说他生不逢时，或者说自己给自己挖了坑。第三名的这款车道奇 Journey2009至2019道奇 Journey， 这情况就证明了，要是一款车10年下来基本没啥大变化，可它的竞争对手却一直在发展进步，那它的销量肯定好不了。Journey 是2009年推出来的，可这么多年了，一直都背着个不可靠、过时跨界车的坏名声，怎么都甩不掉。早期的 Journey 毛病还挺多，像刹车片老是过早磨损，电器方面也有问题，会影响到车内照明和警报器，空调系统也爱出故障，特别是后排的空调。它那个 2.4 升的4缸发动机动力明显不够用，还特别容易出现缸垫故障，这车还多次被召回，主要是为了解决点火开关的缺陷。这缺陷严重起来，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都可能直接熄火。还有安全气囊传感器也有问题。一开始的时候 Journey 销量还凑合，因为价格便宜嘛，租赁公司经常买，但零售的消费者越来越不乐意买它了。到2010年代末，2018年在美国的销量就已经缩水到大概 7.4 万辆了，到2019年销量更是大幅下滑，消费者都跑去选更现代的车型了，人家竞争对手可靠性更好，这就把道奇给逼得没办法了。
最后在2020年把 Journey 这款车停产了。这 Journey 可靠性太差，又不更新换代，再加上给人一种车队用车的负面印象，所以成了市场上最不受待见的中型 SUV 之一。排名第4位的是2017款克莱斯勒 Pacifica Hybrid， 这是一款插电式小型货车。当初它可是打着创新的旗号，结果呢，可靠性问题一堆，简直让人头疼。在消费者报告搞的可靠性调查里，它那分数低的可怜，就拿了14分，满分可是100分呢。为啥得分这么低？这就得说说它那复杂的混合动力系统了。这系统老出故障，电气系统也时不时出毛病，车开着开着还能熄火。变速箱控制模块也有问题，充电系统的问题也是车主们投诉的常客。更吓人的是，这货车因为有火灾风险，还被召回过，电池组过热，再加上额外的辅助加热器，弄不好就会让车起火。所以啊，车主都被警告的把车停在室外，等维修好了才能停屋里。因为经过多次重大召回，再加上零部件短缺，好多车主只能眼巴巴的等维修，等老长时间了。销量方面 ，Pacifica Hybrid 和普通 Pacifica 比起来，那就是个零头。虽说插电式车辆买的时候能享受税收优惠，可一听到这货车在高速上能熄火，还有火灾相关的召回事件，家里想买车的人心里能不犯嘀咕吗？这糟糕的可靠性记录直接吓跑了好多潜在客户。再看看丰田和本田的小型货车，对比之下 Pacifica Hybrid 销量那叫一个惨淡，就算它动力系统有点创新也没啥用。第5名，2015款克莱斯勒200，这可是重新设计过的车型。本想着能在中型轿车市场重振克莱斯勒这品牌的威风呢，可谁能想到啊，它居然成了这几年最惨的汽车之一。要说这问题的罪魁祸首，还得是200的9速自动变速箱。好多车主都反映，这变速箱换挡的时候特别生硬，要不就是延迟，还频繁换挡，甚至有时候会意外滑入空档。有些车买回去才几个月，就得把整个变速箱给换了。除了变速箱，它还有其他毛病。之前有一次大规模召回，是为了解决发动机熄火的问题。这问题是电气连接器出了毛病，车开着开着就可能突然熄火，多危险呐！而且信息娱乐系统还老死机，内饰质量也不咋地，这些都是车主们常见的投诉。一开始克莱斯勒还搞了大规模的营销推广，可随着这些问题的消息传开，200的销量那是直线下降啊。2015年的时候还能卖出约17.7万辆呢，到2017年销量直接暴跌到不足2万辆，之后这车型就停产了。就连 FCA 首席执行官都公开承认，200这款轿车就是一场失败。这车可靠性差，再加上中型轿车市场也在萎缩，导致它在经销商那儿根本没人愿意买，简直就是一款彻头彻尾的烂车。咱来聊聊那些可靠性有点小脾气的豪华车哈。排名第6的是2014款奔驰 S 级 W222。虽说奔驰 S 级那可是奔驰家的旗舰车型，按道理那得是各方面都杠杠的，但其实啊，它也会有可靠性方面的毛病。2014款 S 级就把这事儿给证实了。这一代 S 级啊，它的电子系统特别复杂，空气悬架也老出问题。2014年这款车重新设计，确实引入了好多尖端技术，像那个魔术车身控制 Magic Body Control 悬架，听起来就很高大上，可现实很骨感啊，好多部件都爱闹毛病，车主们经常碰到 Airmatic 空气悬架的问题，要么是出现泄漏，要么就是压缩机故障，搞得车身都往下沉。还有那自动吸合车门和座椅控制系统也时不时就罢工，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呢，传感器也老是出故障。奔驰没办法，针对有缺陷的安全带预警器和主动悬架软件故障都发布了召回通知。这 S 级本来就是销量相对低一些的豪华车，在美国一年也就卖几千辆，但2014款车型的这些问题可把一些忠实的买家给整犹豫了。早期的用户遇到的问题太多了，这都影响到这款车的传奇声誉了。虽说它在这个细分市场还是领先的，但销量增长可没达到预期。就算是有钱的买家，有时候也会避开2014款车型，一直等到奔驰把这些问题给解决了才考虑。排第7的是2014款英菲尼迪 Q50。英菲尼迪当时想把挺受欢迎的 G 系列重新命名成 Q50， 这 Q50 确实带来了新的技术，但同时也带来了可靠性方面的麻烦，把它自己的名声都给损害了。Q50 上市第1年引入了好几个新系统，结果呢，这些系统都不靠谱。就说那线控转向系统时不时就自动关闭，然后切换到备用的机械转向，这体验可太吓人了。最后还导致了召回车主们还反映啊，信息娱乐屏幕老是冻结或者变成空白，导航和蓝牙功能也老是出故障，还有那防爆轮胎磨损的特别早，换起来还贵。
一开始 Q50作为广受欢迎的 G37的替代车型还挺让人感兴趣的，但它那些技术问题让车主满意度特别低，在美国的销量从来就没达到过它前代车型的水平。现在豪华车买家越来越喜欢更可靠的雷克萨斯 ES 或者讴歌 TLX 了，所以Q50的销量一开始保持在每年3万辆，后来就开始下滑了，压根儿就没成为同级别产品里大家首选的车型，从一开始可靠性就不咋地。排名第8的2014款 Jeep 大切诺基 EcoBoost 这车型当时宣传的时候承诺能有更好的燃油经济性，可谁能想到用起来那简直就是一场可靠性的噩梦，尤其是卷进了柴油排放丑闻之后，EcoBoost 车型就一直被发动机和排放系统的故障缠上了，车主们经常就看到发动机故障灯亮起来，还有柴油尾气处理液系统也老是出毛病， EGR 也容易堵塞，最要命的是有时候发动机直接就熄火了，没办法FCA 只能召回 EcoDiesel 大切诺基，为啥呢？因为这车型被查出来违反排放标准了，而且就算给它做必要的更新，性能往往还会变得更差。除了排放问题，这车型还因为交流发电机起火和点火开关的问题被多次召回。本来柴油发动机在大切诺基系列里就属于小众选择，这么一连串的问题下来，直接就把这款车任何可能成功的机会都给掐死了。到了2017年，因为排放违规下达的停售命令，就跟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那些想买 SUV 又看重燃油效率的买家都纷纷跑去选混合动力或者汽油车型了。随着 EcoDiesel 可靠性的名声越来越差，它的销量那是一落千丈，最后只能停产。这妥妥就是一款因为机械故障频繁发作，最后落得无人问津的典型例子咱今儿个来聊聊2013款的道奇 Dart。道奇 Dart 这车子呢，本来克莱斯勒是指望它能风风光光的杀回紧凑型轿车市场，成为一款凯旋之作。谁能想到呢？它反倒成了近年来汽车史上败得最快的案例之一。这2013款道奇 Dart，那些搭载 1.4 升多气门涡轮增压发动机和双离合变速器的车型问题那是一堆一堆的。经常有人反映换挡的时候有顿挫感，车子还会突然熄火，电脑也会闹毛病，变速器控制模块出问题，氧传感器故障啥的那都特别常见，弄得发动机故障灯老是亮，就因为意外熄火这个事儿。2013款的大台被召回过呢，发动机熄火主要是因为软件有错误，再加上制动助力器会泄漏，这搞不好可是会影响制动性能的。虽说道奇把 Dart 定位成要跟紧凑型轿车市场老大们掰掰手腕的车型，可这 Dart 从一开始销量就差得不行，这车老出问题的名声传出去了，而且基础发动机动力又不够，想买车的人一听转身就走。就算道奇给出大折扣，想清库存都难。到2016年的时候，它在美国1年的销量也就刚刚超过 2.5 万辆，这款车上市才4年，道奇就不得不停产了。这下好了，Dart 成了大家嘴里的失败之车，在同级别车型里，它都是销量最差的那一批。说到底关键就是可靠性不行。接下来呢，咱马上要介绍最糟糕的车型喽。在咱们的倒计时里，要是您觉得这些信息有用的话，花点时间订阅一下，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之后发的那些关于最可靠、最划算汽车的视频啦。排名第10的2011款第一代雪佛兰科鲁兹这第一代雪佛兰科鲁兹呢，当时美国公司推出它的目的就是想证明自个儿也有能力造出有竞争力的紧凑型轿车。不过呢，这早期的车型可真是出了大问题，因为严重的可靠性问题，名声那是一落千丈，在市场上可算是声名狼藉了。就说2011年到2013年生产的搭载 1.4 升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科鲁兹，传动系统和发动机故障那是一堆一堆的，驱动轴故障还有断轴的情况那是经常能听到。就因为这些问题，科鲁兹直接登上了消费者报告的最差榜单，冷却液泄漏引发发动机起火，这事儿可严重了，直接导致大规模召回。更离谱的是，有些2011款的车出厂的时候方向盘都安装不当，车主们还老是反映发动机故障灯频繁亮起来，水泵泄漏、传感器故障这些问题也不少。一开始呢，科鲁兹的销量看着还行，不过大部分都卖给租赁公司了，质量问题可把它的长期受欢迎程度给害惨了，保修维修的事儿不断，再加上发动机起火风险的负面报道到处传，这科鲁兹的价值一下子就降下来了。到了2010年代中期，销量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为啥呢？买家们都不选科鲁兹，转而去买本田思域、丰田卡罗拉这些更可靠的竞争对手的车了。这科鲁兹到2019年就停产了，一方面是它可靠性的口碑实在太差，另一方面呢，通用汽车也在逐步退出轿车市场。
排名第11的这款车哈，2014款奔驰 CLA 250，奔驰当时啊是想着弄个价格比较亲民的 CLA 250出来，好吸引那些年轻的买家。结果呢，事儿没办成，反倒弄巧成拙喽。这车质量和可靠性方面的问题啊，一下子就把奔驰的短板给暴露出来了。这开着它啊，那哪能算是典型的奔驰体验呀？它可是第1代的 CLA 车型。很快就在消费者报告评出来的入门级豪华车里成了评分最低的车，车主们老是抱怨车内呢异响就没停过，车厢里到处吱吱响，闹心的很，电子设备也老是出故障，开在路上还颠簸的厉害，胎噪也大得很。2014款 CLA 更是出了大问题，因为燃油系统泄漏，还有安全气囊传感器故障。被召回了，这可把他的名声给搞坏了。一开始呢 ，CLA 作为一款低价车卖的还挺好，起价都不到3万美元。可后来质量问题一冒出来，他的名声就慢慢不行了，到处都在说他做工质量差，还老是要维修保养。这哪还像个价格亲民的豪华车呀？形象全毁了。过了开头那几年，它的销量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为啥呢？好多买家都去选那些更可靠的替代车型了，像什么 Duretra 或者奥迪，所以啊。这2014款 CLA 在二手车市场上那可是出了名的，大家都觉得这是款得必开的车，毕竟它根本就达不到咱对奔驰这个3叉星标志所期待的品质嘛。排名第12的就是2013款的日产探路者。2013年的时候，日产对探路者进行了重新设计。嘿，这一改可就变了味儿了，它直接放弃了之前硬派 SUV 的那套传统打法，转而弄了个更柔和的跨界车设计。本来想着整点新花样，谁知道带来了个毁灭性的问题，变速箱出大毛病了。这问题一出来，直接导致它的销量那是暴跌啊！这里面 CVT 变速箱就是罪魁祸首，好多2013款到2014款的探路者，动不动就出现液力变矩器故障，还有那严重的顿挫感和过热问题，最后没办法，只能把整个变速箱都给换了。日产也知道事儿大了，赶紧发布了好几个服务召回通知，还把 CVT 的保修期给延长了。可就算这样，车主的投诉还是停不下来。除了变速箱问题，还有电气故障，这玩意儿时不时就让随机的警告灯亮起来。后备箱盖支撑杆也爱出故障，天窗还漏水，这些问题啊，可把车主们给折腾坏了，心里那是相当不满。这探路者刚上市的时候，那气势还挺猛的，但就因为这些毛病，销量一下子就暴跌了2位数。随着变速箱故障的事儿在车主论坛和社交媒体上到处传开，那些本来想买车的潜在买家，一听到 CVT 变速箱这糟糕的口碑，直接就被吓跑了。而且这修起来费用还高得离谱。到了2015年，日产一看不行啊，赶紧对变速箱进行了升级编程。可这时候损害都已经造成了，消费者对它的信任没了，销售额也一直上不去，一直都没完全恢复过来。一直到多年之后，日产对它进行了彻底的重新设计，才好转了点。第13名得主是福特嘉年华，这里说的主要是2011年到2016年配备动力换挡的车型哈。一开始呢，福特嘉年华看着可真是一款相当不错的小型车选择，谁能想到啊，就因为它那动力换挡的双离合自动变速器，好家伙，直接把这车变成了一场可靠性方面的大灾难，车主们对它的信任那是彻底被摧毁喽。那些开着配备动力换挡变速器嘉年华的车主们可没少遭罪，他们反馈说车子老是持续抖动，加速的时候还打滑顿挫，好多车主都得去更换离合器和控制模块，而且在保修期内都得反复换。福特呢也把保修期给延长了，还就动力换挡变速器的问题和车主达成了集体诉讼和解。不过呢，就是一直没发布全面召回。这还不算完，车门锁也出故障了，这故障可危险了。车子开着开着车门都有可能打开，这可把嘉年华的处境搞得更难了。虽说嘉年华刚开始销量挺猛的，但是后来成千上万的车主都碰到了变速器问题，还在网上把自己的遭遇都分享出来了。到了2018年到2019年，在美国的销量也就只有往年的1/10了。福特没办法，在2019年之后就把嘉年华停产了。这福特嘉年华可靠性这么差，再加上消费者的喜好都转向跨界车了，这车子就根本没人愿意买了。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需求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第14名，2014款 Jeep Cherokee KL。2014款 Jeep 切诺基 KL 的登场，曾被视为品牌的一次强势复兴。它凭借颠覆性的造型设计，成功吸引了市场目光。特别是其搭载的9速自动变速箱，在当时代表了最前沿的技术，备受期待。这款本应成为核心竞争力的配置，最终却演变成了一场公关灾难。从上市之初，9速变速箱就暴露出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一、驾驶体验差，换挡逻辑混乱，顿挫感明显，影响了行驶的平顺性；二、可靠性存疑，齿轮打滑、动力中断等问题频发，甚至引发安全隐患；三、
电子系统故障、车辆信息娱乐系统无响应、蓝牙连接失败等问题，进一步恶化了用户体验。尽管 Jeep 通过多次软件更新和大规模召回努力补救，但品牌的声誉已严重受损，初期销量尚可的局面未能持续。随着负面口碑的发酵，消费者纷纷转向更可靠的竞品。到2010年代末，销量已急剧下滑。在竞争白热化的 SUV 市场，一款可靠性存疑的车型几乎没有生存空间。最终 Jeep 在2023年正式停产了切诺基。结论：切诺基的案例深刻地揭示了技术创新若不能与稳定性和可靠性相匹配，不仅无法成为竞争优势，反而可能成为扼杀产品生命力的致命伤。它是一个警示，提醒所有车企，对消费者而言，可靠永远是第一位的。从2014年到2016年，菲亚特 500L 那可是稳稳拿下了最差车型的第1名。说起来啊，这最差车型的荣誉给他，那真是一点都不冤。这菲亚特 500L 的问题那叫一个多。消费者报告直接就把它评为最不可靠的车型了，它的可靠性评级啊比平均水平低了整整219%，这就跟闹着玩似的，这可靠性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啊！从车头到车尾，这车主可真是操碎了心。导航系统时不时就出故障，倒车影像系统也是毛病不断，音响系统也不省心，还有呢，自动变速箱换挡顿挫的厉害，就因为变速箱故障和气囊线路有缺陷，菲亚特都召回了好多次。消费者报告给它的道路测试评分也低得可怜。满分100分，他就只得了50分。好多读者都说后悔买了这款车。这菲亚特 500L 在2014年的时候，在美国的销量到了顶峰，可也就12000辆。这之后啊，销量那是一路暴跌，到2018年就只剩几百辆了。最后呢，菲亚特在2020年干脆就停产了 500L。为啥停产啊？你看看它那笨拙的造型，又缺乏现代安全配置。这么多缺陷，谁会买啊？经销商还说，他们停车场都积压了500辆车，23天了都卖不出去，这市场需求都快没了。因为这糟糕的口碑啊，菲亚特 500L 估计就是典型的无人问津的车型，就算降价降得厉害，也没人愿意要。其实啊，好多这种汽车灾难都有共同点，研发的时候太着急了，用的技术也没经过检验，公司还把利润看得比质量控制都重要。你别说，还挺有意思的。这一款车口碑要是不好，传播速度那叫一个快。再多的营销手段，再大的折扣都比不上真实车主的体验。所以啊，下次你要是看到一辆价格低的离谱的二手车，或者一款优惠给的特别大的新车型，你就想想今天说的这些，有些车在经销商的停车场里一放就是好几个月，可有些车呢一下子就卖光了。你说说，你觉得还有哪款车能上这个最差清单呢？说不定你也曾经买过这种有问题的车，有故事想分享，那就赶紧在下面留言告诉我。